如果你最近一直在关注美股科技圈的动态，大概率会反复刷到同一个话题：马斯克的财富又出现了大幅缩水。很多人点开这类新闻，无非是想看看首富跌落神坛的戏码，顺便补上一句：果然造火箭、搞 AI 都是资本泡沫。但我要先提醒你，如果你只把这件事儿当成富豪八卦来看，你会错过今年资本市场最核心的一次底层逻辑切换。这件事的影响远不止马斯克一个人的身家数字变化，它背后藏着的是整个科技成长股的定价标尺正在悄悄改写。你如果看不懂这层逻辑，后面看任何科技公司的估值波动都很容易只停留在表面的涨跌里，抓不住真正的主线。所以这期内容我们不急着评判马斯克是对是错，也不预测他接下来会不会再成首富，而是顺着几条核心线索往下拆。SpaceX 的1000亿估值到底靠神么撑着？新建的研发进度为什么能牵动资本神经？特斯拉为什么突然把重心从造车转向了 AI 和机器人？以及为什么说这场估值回调本质上是资本市场从为梦想付费转向为盈利买单的信号？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你再看手里的科技股，就不会只被新闻标题带着情绪走。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先从最表层的财富缩水说起。我发现很多人对顶级富豪的财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解，以为他们的身家就是银行里躺着的现金，缩水了就是真金白银亏掉了。甚至有很多人会拿着财富缩水的数字去算它相当于亏掉了多少个普通人的身家，越算越有代入感，但这种算法从根上就是错的。马斯克的财富主体是他持有的特斯拉股票、SpaceX 的股权，还有其他几家公司的股份。这些资产的价格每天都在波动，所谓的财富缩水本质上是股权估值的下降，是账面上的数字变化，不是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去了多少钱。只要他不减持，账面的浮盈浮亏就都只是数字，真正影响他商业布局的从来不是身家数字的涨跌，而是公司能不能顺利融资，能不能维持资本市场的信心。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常识吗？但恰恰是这个常识，很多人在看新闻的时候会自动忽略。媒体总喜欢用一夜蒸发多少亿这种标题制造冲击力，但你要是真的跟着这个情绪去判断一家公司的价值，很容易就会被带偏。我更关心的从来不是它财富数字的涨跌，而是推动这些股权估值变化的底层原因，到底是公司的基本面出了问题，还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变了？是短期的情绪波动，还是长期的逻辑转向？这才是决定我们该怎么看待科技股的关键。先从马斯克商业版图里最有想象空间也最神秘的 SpaceX 说起。不得不承认， SpaceX 过去10几年的成绩足以改写全球航天行业的历史。猎鹰9号火箭的可回收技术把单次发射成本压到了传统火箭的1/1000，直接击穿了航天发射的价格壁垒。以前联合发射联盟的单次发射报价动辄几亿美元，猎鹰9号把价格打到了几千万美元级别，而且因为可回收，边际成本还能再降。这种级别的成本下降，直接把很多原来不可能商业化的航天项目变成了可能。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硬实力， SpaceX 才能从一众航天创业公司里杀出来，拿到 NASA 的大额订单，成为商业航天领域的绝对龙头。另一边的星链项目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数百万用户。很多人只看到星链的消费者业务，但其实它的企业业务、政府订单才是高毛利的部分。比如和军方的合作，和航空海事企业的合作，这些 B 端客户的付费能力更强，留存也更稳定。不管是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还是战争灾害场景下的应急通信，星链都已经证明了它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营收角度看，星链现在已经是 SpaceX 最稳定的现金流业务，而且还在持续增长。放在10年前，没人会相信一家私人公司能做到这种程度。也正是因为这些实打实的成绩，资本市场才愿意给 SpaceX 开出远超传统航天企业的估值，一步步推到了1000亿美元的级别。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当一家公司的估值占到了1000亿量级，市场对它的要求就会立刻变了。你如果只看猎鹰火箭和星链的现有成绩，会觉得这家公司稳得很。
但你要是站在资本的角度算一笔账，就会发现只靠这2块业务根本撑不起现在的高估值。猎鹰火箭的发射市场总量是有天花板的，全球每年的商业发射需求就那么多 ，SpaceX 已经占到了极高的市场份额，再往上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哪怕它继续降价抢单，能带来的营收增量也很难支撑估值再上一个大台阶。星链的情况类似，它的用户增长很快，但面向 C 端的卫星互联网本身就有天然的用户边界，而且随着地面 5G、6G 网络的持续覆盖，星链的核心场景还是会集中在偏远地区和特殊场景，很难做到像普通运营商那样的海量用户规模。更不用说它还要持续投入卫星发射和地面设施建设，前期的资本开支非常大。哪怕是加上高毛利的企业与政府订单，星链的长期营收天花板依然配不上 SpaceX 现在的1000亿估值。资本要的是一个10倍甚至100倍空间的市场，而不是一个稳步增长的成熟业务。换句话说，猎鹰和星链能让 SpaceX 成为一家赚钱的好公司，但撑不起一家改变世界的1000亿级成长公司的估值故事。资本当初给这么高的定价，赌的从来不是它能把现有业务做好，而是它能拿出下一个增长曲线，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这个被寄予厚望的下一个曲线就是星舰。星舰的故事确实足够动人，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远超现役所有火箭，未来可以载人登月、登陆火星，还能实现点对点的洲际快速运输。如果真的能落地，它带来的不只是航天市场的扩容，甚至可能重构全球的物流和出行方式。星舰如果成功，首先会彻底重构卫星发射市场，更低的发射成本、更大的运载能力，会让很多原来不敢想的大型卫星星座、太空基建项目变得可行。再往远了说，太空旅游、月球基地、火星殖民，这些科幻里的场景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越是宏大的愿景，落地的难度就越大，烧钱的速度也就越快。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发本身就是高试错成本的工程，每一次发射测试背后都是上亿的资金投入，失败是常态，成功才是意外。星舰项目推进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多次测试飞行，有进展，但距离真正的商用、真正的可回收复用、真正的低成本运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注意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资本市场的耐心从来都是和估值成反比的。你一家估值几十亿的初创公司，资本可以给你10年时间慢慢研发，失败几次也没关系。但当你估值到了1000亿级别，资本的时间容忍度就会急剧收缩，每推迟1年商用，对应的就是估值里的预期折现要打1次折扣。以前市场情绪好的时候，大家会说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方向对。但现在环境变了，资本会开始算。这么多钱砸进去，到底什么时候能看到订单？什么时候能看到营收？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的时候，估值就会开始松动。这也是为什么星舰的每一次测试结果都会牵动整个科技圈的神经。它测试的不只是一个火箭技术，更是资本市场对远期梦想的定价底线。毕竟这些场景都太远了，资本可以等，但不会无限期等。尤其是当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大家会更愿意握住手里的现金，而不是为10年后的梦想买单。讲到这里，如果你平时也会跟踪航天、新能源和 AI 产业链的真实进展，不习惯只看媒体标题和华尔街叙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后面我们还会持续拆解 SpaceX 的发射订单、星链的 ARPU 变化，以及特斯拉自动驾驶业务的落地节奏，用财报和产能数据说话，不跟着情绪来回摇摆。如果说 SpaceX 的问题是新增长曲线还没接上，那特斯拉面临的就是老护城河正在被快速填平。很多人对特斯拉的印象还停留在新能源汽车的开创者，觉得它技术领先，品牌高端，自带护城河。但放在今天的市场里看，这条护城河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宽了。过去几年，全球的传统车企都在疯狂加速电动化转型，不管是德系、美系还是自主品牌，都在推出续航、智能、做工各有侧重的电动车型，价格带也覆盖得越来越全，消费者的选择多了，特斯拉的稀缺性自然就下降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自主品牌的电动车迭代速度快得惊人。
几乎每个季度都有新车型发布，配置卷到离谱，价格也一步到位。特斯拉哪怕有品牌优势，也很难在这种强度的竞争里维持以前的溢价。你去看最近几年的销量数据，就能发现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其实是在被不断分流的，它依然是头部，但已经不是独一档的存在了。更关键的是，电动车的制造门槛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当电池、电机这些核心供应链都成熟起来之后，后来者追赶的速度会非常快。特斯拉曾经领先的3电技术、智能座舱，现在已经不是独一档的存在。很多新车型在配置上甚至还能做到局部超越。结果就是特斯拉想要维持销量增长，就只能不断降价，用价格换市场。但降价的副作用也很明显，毛利率持续承压，盈利增速跟不上营收增速。而对于一家曾经享受超高估值的科技公司来说，盈利增速放缓，直接就会传导到估值上。这就是特斯拉现在最核心的困局，汽车业务的增长天花板已经隐约可见，单纯靠卖车已经撑不起它曾经的高估值了。所以你会看到马斯克最近这2年在特斯拉身上提的越来越多的不是新车，而是 AI， 是 Robo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是人形机器人 Optimus。很多人嘲讽说这是马斯克又开始讲新故事炒股价了，但我反而觉得这是他不得不做的选择。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下，如果特斯拉只是一家普通的汽车公司，那它的估值就应该和传统车企看齐，用市盈率来定价，而不是用成长股的市销率。真要是那样，特斯拉的估值还得往下走一大截。想要维持高估值，就必须让市场相信特斯拉不是一家汽车公司，而是一家 AI 科技公司。汽车只是它 AI 技术的一个落地场景，未来还有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更大的市场，这个逻辑本身是成立的。自动驾驶如果真的能实现大规模商用带来的出行市场变革，比电动车本身还要大。人形机器人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能走进工厂、走进家庭，那是一个堪比智能手机的海量市场。但问题是，逻辑成立和商业落地之间隔着一道非常宽的鸿沟。我们先看自动驾驶。现在特斯拉的 FSD 已经迭代了很多版本，在很多场景下都能实现辅助驾驶。但从辅助驾驶到完全无人驾驶的 Robotaxi， 中间差的不只是技术，还有法规、安全、成本、用户接受度等一长串问题。很多人以为自动驾驶的难点是技术，其实技术只是其中一部分，真正难的是安全责任的界定。如果真的出了事故，责任算谁的？是车主的，是车企的，还是算法供应商的？这个法律问题不解决，完全无人驾驶就很难真正大规模落地。而法律的完善往往比技术迭代要慢得多。技术上极端场景的应对、长尾问题的解决，至今都是行业难题。法规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无人驾驶的监管标准都不一样，大规模商用的政策门槛还很高。成本上，现在一套完全自动驾驶的硬件方案成本还不低，想要做出能盈利的 Robotaxi 运营模式，还需要持续的成本下降。更不用说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路径，至今整个行业都还在摸索，是做出租车运营，是卖软件订阅，还是卖给车企做方案？不同的路径对应的盈利模型和落地节奏完全不一样，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距离就更远了。现在 Optimus 还处在原型机演示阶段，能做的动作还很有限。想要做到能稳定执行复杂任务，成本降到企业和家庭能接受的程度，还需要非常久的技术迭代和供应链成熟过程。我一直和大家说，看科技公司的新业务，别光看它发布会演示了什么，要看它什么时候能量产，量产成本是多少，客户愿不愿意买单，能不能贡献正向现金流，这几步走不通。再好的技术，也只是实验室里的展品，撑不起真金白银的估值。现在市场对特斯拉的分歧就在这里，乐观的人相信它能把 AI 故事落地，打开第二增长曲线，悲观的人觉得这些都是远期画饼，当下的汽车业务才是估值的锚，两边的预期差就造成了股价的大幅波动。讲到这里，你应该能发现，不管是 SpaceX 还是特斯拉，他们面临的估值压力本质上都不是公司本身突然变差了，而是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变了。过去10几年，全球处在低利率的环境里，钱的成本很低，资本愿意去投远期的梦想，愿意为未来的可能性支付高溢价。那时候的科技股看的不是现在赚不赚钱，是你的故事够不够大，你的想象空间够不够广。
你说你要造火箭上火星，没问题，给你估值；你说你要做 AI 改变世界，没问题，给你估值。哪怕你现在还在亏损，只要增长速度够快，故事够动人，市场就愿意买单。那是一个市梦率主导的时代，但现在不一样了，利率环境变了，钱的成本变高了，资本的风险偏好自然就收紧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零利率的时候，你手里的钱存银行没有收益，自然愿意拿去投高风险高收益的成长股，哪怕等个5-6年也没关系。但现在无风险利率上去了，你买国债就能有不错的稳定收益，那你自然会对风险资产要求更高的回报，也更没耐心去等远期的故事。这不是投资人变理性了或者变贪婪了，这是资金成本变化带来的必然选择。现在市场再看一家科技公司，首先问的不是你未来能做多大，而是你现在能不能赚钱，什么时候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以前可以等你10年烧钱扩张，现在最多给你2-3年时间，看不到盈利预期就会用脚投票。这不是针对马斯克一个人，也不是针对某几家公司，这是整个成长股估值体系的重构。所有靠远期故事支撑高估值的公司，现在都要接受市场的重新定价。而马斯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战线拉得实在太长了。特斯拉、SpaceX、脑机接口公司、隧道公司，还有人工智能公司，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需要海量资金、海量人才、海量时间投入的长周期项目。以前市场情绪好的时候，多线布局是加分项，大家会觉得他在下一盘大棋，每个赛道都抓住了未来的方向。但现在市场开始要兑现的时候，多线作战就变成了减分项，因为资本会担心你的精力够不够分，你的资金能不能支撑这么多项目同时烧钱，会不会有某一个项目拖后腿，最后影响到整体的布局。说白了，以前市场看的是你有多少个想象空间，现在市场看的是你有多少个兑现点。想象空间越多，反而越容易让人觉得不踏实。我觉得这也是商业世界最公平的地方，没有永远的风口，也没有永远的宠。时代给你的红利，时代也会收回去。你靠梦想估值拿到的钱，最终也要靠盈利和现金流来还回去。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否定马斯克？其实完全不是。我一直认为马斯克是这个时代少有的真正推动了产业边界往前拓展的企业家。电动车的普及、商业航天的爆发、AI 应用的探索，它都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些贡献不会因为估值波动就被抹掉，但商业有商业的规律，资本有资本的标尺，在伟大的愿景，在宏大的梦想，最终都要落地到可持续的商业价值上。能改变世界是一种能力，能把改变世界的产品做成赚钱的生意是另一种能力。现在马斯克面临的终极考验，从来不是能不能保住世界首富的头衔，而是能不能在资本耐心耗尽之前，把那些悬浮在空中的宏大项目，一个个落地成能产生现金流的真实业务。如果你认同这种不看口号，只看现金流和兑现能力的分析思路，不妨订阅逻辑冷静。后续我们会继续沿着财报和产业数据，追踪科技巨头们的 AI 投入回报、新业务落地节奏，帮你在嘈杂的市场声音里找到更扎实的观察框架。你觉得马斯克的多线布局是在为下一个时代布下先手棋，还是会因为战线太长而拖垮整体估值？这个分歧决定了很多科技股的长期定价逻辑，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最后还是要和大家说明，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基于公开产业信息的个人观察和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永远存在不确定性，宏观环境、行业竞争、技术突破，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最终的走向。这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